虚空法界隔音之谜第15期。大家好，书接第14期。阳间世界是实相还是虚幻呢？是谁在做梦呢？逆天改命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宿命和自由意识如何完美平衡？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为你讲述我们所谓的物质实相的本质，很生动也很形象，是你我都能听懂的语言。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所谓的物质实相及这个阳间世界是什么呢？下面将开启颠覆性的认知，但同时又是老生常谈的重复。我们所谓的实相与虚幻，其实正好恰恰相反。多数人以为肉身是硬件，而灵魂是软体，但实际上灵魂是软件，而肉身也是软件，都是意识里一个念头分化下来后生成的可供运行的现象。怎么理解呢？当你闭上眼睛后，便坠入了虚无的空中，你在其中设想出一个浩渺的宇宙，然后把自己置身于其间的某一个星球上，成为某一个你认可的形象。为了让一切灵动起来而不感到孤独，万物并发，自成循环。你给这个思想中的你一个你感兴趣的、渴望经历的即兴故事线索，这个故事的主线就成为了他的生活甚至人生。而他和你一样也乐衷于梦想与思考，他同样也会在无聊的时候闭上眼睛，去幻想属于他的世界与那世界中的那个他在梦想着什么。当你想累了，仰天发呆犹如入定时，其实是那个把你想出来的家伙走神了，他在往厕所里跑，但是马桶坏了，公共卫生间人满为患，急着醒了，肠胃中的搅动切断了梦，回想自己晚上吃了些什么，好像又没有印象。躺在床上的人好像在思考，其实是掉线了。控制他活动的那个鼠标上，稚嫩的小手正在拿着个苹果啃食。梦中的你有思想有意识，有手有脚，东西都可以触碰，并遵循各种物理定律，有质感有声音，也有专家在你的梦里研究着科学，搞着发明，有家人有朋友，甚至有一生的起伏跌落，如黄粱一梦。我们思考一下，是谁在做梦呢？你的大脑，你的身体，你的意识，还是那所谓意识之后的什么呢？物象是被理念生成出来了，用来显象的，是为了表达与表现互动关系的显影。但物象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幻化出这个物象的意识本身。这里存在着多层的套叠关系。梦中的我在说梦话，醒后发现还在梦中。你看到的是海豚吗？是大飞机吗？它们是由众多带有自我意识的微粒而组建出来的像，只是我们今天能做到的还很粗糙，如果精细到质子为一个显性单位开始堆积呢？这就是因缘聚合的意思。例如，那些选择了自杀的灵魂，数十遍地重复自己的相同人生，每一次都不能记得上一次的经历，每一次面对的世界、家人、路人、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是鲜活真实的，又都是无尽重复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是在被独立隔绝的密闭灰泡泡中，一个人过着楚门的世界。那你怎么肯定此刻的你不在这样的泡泡里呢？如若你能把灵界认知为实体社会，把中阴界认知成其间的校园与教学楼，把不同灵魂社团认知为不同班级或课外兴趣小组里正在学习的学生群体，他们学习的方式就是每人头戴 VR 成像装置，沉浸式地体验着可多人互动或单机运作的历史影视教材，用那些历史人物的视角与人生，了解与认知那个时代的人文和历史典故，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引导出不同的或相同的历史进程，感受无尽的创造性与可能性。这些教材来自各个虚拟宇宙中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全息记录，是恒古间各宇宙空间历代过往灵魂提交上来的真实众生记忆合集。这些记忆从多角度、多次元、多时段交叉的全面地还原出了各个宇宙、星系、星球、时代、社群、
物种的兴衰、过往与起承转合中所有的细节，它精确到普朗克时间单位，细腻到每一个质子的舞动。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主线与所有已被他人触发并演绎过的其他可能性支线版本同时可被激活与浏览。体验者可以进入人异期间，按流程体验其全部主线认知，或以自己选定的主角为第一视角，有选择性地跳转在不同版本中，纵向地链接起各个平行世界中自己的第一视角，以此串联并经历不同维度频率中的故事片段。这些记忆最后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故事线。宿命是在一个持续的状态中，按照其固有轨迹达成规律性的必然。持续性的状态也包括很不稳定的状态，但这种不稳定也是持续稳定的不稳定。这来自自身累世的习气和后天杂染上的习气。习气成为自己的成见后，就固化了观察、思考、应对、预期的格局，让自身只能看到一种可能性，理解一种状态，在每个岔路口都选择相同或近似的抉择，也无法理解别人在做什么。自由意识是你有权利随时为跳转自己的意识频率而做出努力，并因意识频率的不同被引领进相匹配的10项人生轨迹中。当低频意识向高频变革时，叫做逆天改命。在人生中持续地在自己的习气轨迹上行进，或按照自己的舞步在不同的轨迹上穿插，都是个人的自由意识。当你穿插过不同的频段时，也就组合出了你特有的记忆。每一个轨迹中的故事都在自洽地按照原本的故事线演绎着，不论你是否参与它。穿越频段更换人生轨迹需要认知、行为、理念上的调整。你必须要先能符合那个频率的意识状态，并做到了知行合一，才能被那个频率接纳进去。当然，一旦你出现反复，也随时会被踢出来，落入较低的意识频率10项体系里。你的为人处事之见次第，决定了你所能被匹配感受的故事线，这是被动的。但自己选择做出怎样的变革，何时付诸行动，是否能达成如是的状态，是主动的。当你被迫进入更高或更低的10项维度中时，你身边的一切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些人与事，但是他们的运作方式、为人处事的行为，后续都会与那个频率所匹配。换一种说法就是，角色还是那些，但里边的演员换了一批，故事节点还是那些，但流程和结局都不一样了。如果能突破自我的习气束缚，就能创建出崭新的故事版本，并留给后人不一样的可能性先例。这些在虚拟 VR 上达成的人生体验，构建出了我们累世的记忆和自己感知到的并坚信是真实的物理世界，所谓的阳间世界。这个 VR 装置在灵界叫做环。阳世中的生活经历犹如用不同电影片段的真剪接而成的小说视频版，影片的素材都来自同一个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短视频里边的角色，不仅人物关系都一样，但故事线与细节却不尽相同。当你把10余部这样的影视剧混合剪辑成一部属于你的故事片后，既有自己的原创性，又同时穿梭在不同的固化线性宿命历史中。这些固化的历史剧里，有的是喜剧，有的是悲剧，有的是恐怖片，依据你的兴趣关注点和你渴望搜集的体验素材来决定你这120分钟的片场里哪些镜头、哪些帧成为你的故事主体，成为属于你的记忆和体验，如何展开又怎么结束。这是一个富有无限创造性的过程，但又始终依托在固有的宿命剧本里。经历什么，串联什么，是由你当下的认知与智慧次第、灵魂成熟度决定的。但这经历的记忆和体验又进而形成或巩固了你对那个角色与世代的认知，并对自我的短板有了更深的认知。如果你创建出了一条新的故事线，它会被保存，并成为其他灵魂在演绎你这个角色时的候选版本之一。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所谓杨氏，就是这样用历史拼凑生成的矩阵景象，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都真实发生过；一切又都是颠倒执着梦想，且本无一物，因为都是意识投影。要说我们这个在杨氏的身体与灵界的灵体的差别是什么？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多了一个触觉，即很真实的摩擦力的感受。因此我们可以碰触，可以咀嚼，这触觉实在是太高级了，让人坚信自己的存在感，但也太虚伪了，因为万物与自己本都是电子云，相互都犹如射线般是可以随便套叠的。触觉是我们认为自己存在的根本，也是我们压根不存在的证据。我们的视力感官只有红绿蓝3个频率接受器，但是我们却意识到了万种以上的色彩。世界是我们自己用意识生成出来的。想想，没腿的人脚心会痒痒，不用手就可以移动物体的位置，闭上眼睛可以看见光，没有声音可以听见音乐。这个模拟世界的程序是漏洞百出的，但幸好我们的意识在主动屏蔽一切感受到的违和感，让我们不能发现自己在幻境中。我们在历经生命，游走在不同的线程中，我们在创造无限的可能。这就是宿命与自由意识的完美平衡方式。如果把人生阳时间比喻成数理化主课，那阴间的兜兜转转就是自己的兴趣小组课外活动了。梦是随堂小考，老师提问和课外辅导；弥留之际是模拟考；中阴是期末大考和补考加寒暑假；转世时是升学、跳级、毕业或蹲班重读，或是休学调整或转校换专业，就看自己的状态了。这状态取决于上学期末时自己的学业完成度与自我认知的完整性。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15期结束，谢谢观看。